小帅是我见过最流氓的机器人，他偷奔驰抢宝马，带着大金链子飙脏话，还管帮派成员叫爸爸。不但可以熟练的使用双节棍，轻轻一脚就能够踢倒墙壁，还可以熟练的使用飞镖百发百中。等到小帅拥有不俗的战斗力后，接下来便对他的外貌进行改造，只需要喷上酷酷的纹身，然后再带上一大串金链子，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史上第一个痞子机器人就此诞生。而在不久前，小帅还是一名机器人警察。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暴力频发，让警察成了高危职业，警方干脆跟一家机器人公司合作，成立了全球首支机器人警队。这些机器人是半智能版，没有自我意识，能听懂命令并且无条件服从，他们悍不畏死，刀枪不入，短短1年捣毁了30个犯罪团伙。今天警方又得知情报，有一伙犯罪组织潜藏在废墟里面，这3人组是为老大狗熊打工的，他们刚搞砸一笔任务，狗熊很生气，张嘴要他们赔2000万。话音刚落，警察部队从天而降，大部分劫匪一触即溃，狗熊赶紧跑路，而3人组也趁机溜了。不过他们的恩怨还没完，狗熊安全之后又催要2000万，3人组只好计划抢笔巨款。他们知道近期会有辆运钞车，里面运着6个亿，抢过来下辈子都够花了。当然运钞车会有机器人严密保护，他们决定绑架机器人的开发者，抢来遥控器让他关掉机器人。这个开发者叫做迪恩，他因为机器警察名声大噪，却仍然不满足。他已经花费1万天研发有自我意识的 AI， 今天终于研发成功。他把喜讯报告给女老板，表示这样的 AI 有喜怒哀乐，甚至能吟诗作画。女老板无情拒绝，而迪恩在被老板拒绝后并没有放弃，他利用自己的工作权限，悄悄带走了在上次战斗中损坏的22号哨兵。不过劫匪3人组等候多时，他一出门就被劫持了。3人组的老大叫忍者，他脾气最暴，命令迪恩交出关闭机器人遥控器。迪恩表示做不到，因为机器人安保程序很复杂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一键遥控器。3个人转念一想，车里面的机器人好像很能打，肯定能帮自己打劫，于是命令迪恩启动它。他也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22号哨兵植入他最新研发的人工智能。随后在众人的等待下，22号哨兵终于重新启动。不过这台机器人是被炸死的，电池和底盘被融在一起，所以没法换电池，内置的电池用5天就会挂掉。启动完成，机器人表现得像一只小狗，东躲西藏不敢见人。忍者大怒要打他，而3人组里的女人耐心更好，一点点的逗他过来，但是他也不懂英语。迪恩就解释说，这台全智能机器人出生时智力约等于婴儿，但是他的学习能力极强，没多久机器人就敢跟女人接触了。迪恩也教他单词，机器人跟着复读，尤其喜欢惨叫鸡，女人很开心，当场给机器人起名小帅。后来女人又让小帅喊自己妈妈，还教他说些小句子。小帅有复读机的天赋，每句都跟着读，语气也原样模仿。迪恩见他要学坏，偷偷告诉他说，长大可别跟这些人一样，千万不能打劫。他送小帅一本黑绵羊故事书，他还教小帅画画释放自我。可忍者见了再次大怒，因为他们要的是杀人机器，可不是文艺机器人。他把迪恩赶走，要带小帅见识一下残酷的世界。忍者把他扔到一伙小流氓面前，对方最初以为是警察来了，后来发现小帅傻傻的就开始殴打他。小帅无法理解他们的逻辑，接连求饶，可他们越打越狠，甚至掏出了燃烧弹。忍者故意让他挨这场打，希望刺激他能反击，但是他终究没有学会还手，只是逃到了一座小山上，跟一个同样无助的狗狗彼此安慰。而在另一边，迪恩也正在网上查询资料，他准备用教育人类幼儿的方法来培养小帅。然而就在他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在他身后却有一个人。原来在哨兵机器人出现之前，公司还有另一个机器人研发项目，狼叔就是这个计划的负责人，他也是人工智能的坚决反对者。他认为由人类进行操控的机器人才是最强大的，为此他专门设计了一种能够连接人类大脑的头盔，驾驶者可以用它来控制机器人完成各种行动。然而警局却对他研究的机器人不感兴趣，眼见自己的计划就这样失败，不甘放弃的狼叔又将主意打到了哨兵身上。可是就在他准备偷走控制哨兵的密钥时，发现密钥竟然已经消失不见。随后狼叔通过查询系统发现，现在密钥竟然一直都插在22号哨兵身上，这个做法明显违反了公司规定。于是他现在悄悄跟踪迪恩，就是要看看他现在又想玩出什么花样。他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小帅脑内的安全钥匙。狼叔悄悄来到了小帅身后，这次他带来了专门对付哨兵的武器。在狼叔的攻击下，小帅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失去了行动能力。等到小帅的程序重新恢复，这时他已经被狼叔带到了车上。眼看小帅这时候还想要反抗，狼叔直接就切断了小帅的一条手臂。没想到小帅在死亡的恐惧下，直接就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了下去，很快也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小帅一瘸一拐逃回家，妈妈正焦急等待，见了他的惨状更加心疼。还好大叔有机械手臂，往肩上一插就好了。小帅饱受1天折磨，奇迹发现自己居然全好了。妈妈又躺在床上给他读黑绵羊的故事，脏乱的老窝竟然有点像天堂。就在这个晚上，小帅突然好像明白了很多东西。第二天，忍者宣布自己是小帅爸爸，他要教小帅如何变得勇猛和强壮，这样以后才不会有人再欺负他。
先是教小帅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，随后他又教小帅怎样使用武器才更加帅气。然而就在忍者教小帅如何开枪的时候，小帅这时却拒绝了这个要求，因为迪恩教过自己不能犯罪。忍者再次大怒，大叔倒是想出另外一个办法，他谎称小帅可以帮助人类入睡，把刀子捅进人体，他们就睡着了。这是做好事，小帅好开心，当场要帮忍者入睡。他忙喊大可不必，小帅表现优秀，忍者给他喷上了暴富还有钱的纹身，还表彰他无数大金链子，准备带他打劫。小帅仍然抵触打劫2个字，忍者呢就换了个词说这是帮派特殊任务，小帅就兴奋参加了。帮派特殊任务其实就是劫车，但忍者换了种高情商的说法，爸爸的车被坏人偷走了，快帮我从坏人那弄回来。小帅生气地走过去，然后拿起扳手将汽车砸了个稀烂，他还将司机揪出来，顺手就将他扔到了一旁的草丛中。眼前的情况大大出乎了忍者的预料，车烂成这样抢回来不值钱了。忍者又给他第2次机会，这一次是女司机，他也偷了爸爸的车，快给爸爸要回来。这次小帅成功了，靠着这样的方法，小帅的手法也越来越熟练，他给自己也抢了辆车。另外2人赞叹他真是越来越上道了。他们这次抢车其实是为了卖给一个黑市大佬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换取到大量的装备，然后进行接下来的抢劫计划。然而小帅听见这些后，却立即恢复了冷静。等他们到了黑帮地盘后，忍者他们负责去进行交易。小帅发现一头死于斗犬的狗，这是小帅首次看见死去的生命。他记得妈妈那天晚上对他说过，所有生命在死后都会去到下一站，他们明天就要去抢运超车。之前说工程师狼叔抢走安全钥匙之后，要酝酿一个阴谋，其实他是编写了一个恶意程序，只要把程序远程植入机器人体内，就能让他们集体瘫痪。但是这么做的话，必须先有安全钥匙。他插入抢来的安全钥匙，不但让正在追捕的歹徒成功逃脱，最后就连警车也失去控制。歹徒们压抑这么久，他们开始尽情释放积攒的恶意，城市成了恶魔地狱。人类警察全员出动，但是效果甚微。瘫痪的机器人里面也包括小帅。迪恩特意来看望他，碰巧撞见他死机了。他带着小帅回到了实验室，很快就检测到了小帅体内的恶意程序，修正重启之后，终于让他活了回来。小帅发现这里有一副机器人身体，也许能用来救自己呢。迪恩说不行，因为没法把小帅的意识转移到另一副身躯里，但小帅认为这只是人类做不到。不顾迪恩的反对，他直接就拿走了神经传导器。他还觉得迪恩老是否定自己太讨厌了。小帅回家把几台 PS4 连在一起当处理器，又让妈妈戴上神经头盔，自己研究如何转移他的意识。他进入互联网，获得了人类已知的所有信息，他的知识指数级增长，成功破解了转移意识的办法。现在只要把自己的意识转移到新的身体里面，自己也就不会死了。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抢劫买新的身体。抢劫开始，小帅仍然不忍伤人，大家就命令他崩人入睡，自己再趁机抢钱。这场惊天劫案火爆电视台，因为小帅作为机械警察，非但不剿匪，还加入了劫匪一方。狼叔则趁机提议，自己的机甲可以大展拳脚，把小帅和迪恩斩尽杀绝。女老板终于允许他启动了。小帅急着想买新身体，但忍者没法兑现诺言，毕竟他只是拿那些话骗小帅而已。小帅愤怒失控，忍者也只能一个劲的道歉。这个时候迪恩已经查出真相，知道狼叔正用机甲来杀小帅，便催促小帅防御。2个人正说话呢，狗熊带着黄金步枪杀来了。他知道小帅擅长打劫，就不光想要回2000万，还要把小帅给抢走。双方枪战正酣，狼叔的机甲也飞来了，大叔位置不佳，被当场撕成2截，机甲把地面炸得一片狼藉。狼叔人在公司绝对安全，又能享受杀戮乐趣，发出了变态大笑。他的下个目标是迪恩。小帅挂着大金链子挺身而出，一炮击毁一个机甲组件，还把炸药插到机甲上。不过机甲把他的引爆器打到了地上，形势不妙。大家正准备开车逃走，狗熊又出来阻止他，先打伤忍者的腿，又打穿迪恩的肚子。忍者愤然反杀他。小帅想把迪恩意识保存起来，于是去取家里的神经头盔，可惜狼叔已经启动红外视野打烂了头盔，现在唯一能用的神经头盔就只有狼叔头上的，他们只能杀去抢来。小帅和妈妈驾车先走，忍者则留下来牵制机甲。眼看他就被残杀时，妈妈跳车下来解救，忍者得救，妈妈却死了。小帅按下开关，把机甲炸成了碎片。忍者和小帅看着妈妈尸体，悲愤交加。他搀扶迪恩回到公司，正好撞上逃跑的狼叔，他狠狠把他扔到天花板上。该救迪恩了。小帅把狼叔神经头盔戴在他的头上，成功提取出他的意识。这里正好有具机器人身体，小帅把迪恩意识植入其中，就让他作为机器人重生。迪恩重生之后，看着自己的人类尸体，但也没时间感慨了。小帅的电马上要耗尽了，迪恩急中生智，想出了救小帅的方法。他可以利用狼叔程序的远程连接功能，把小帅的意识远程转移到其他机器人体内。警方破门而入，里面只剩一人一机的尸体。
这时忍者心情沉重，正在家里焚烧妈妈的遗物。最后一件遗物是一张 U 盘。之前有个细节，小帅最早研究意识转移术时，就是拿妈妈做实验的。实验成功之后，妈妈的意识也被存在 U 盘里面。大家把妈妈尸体下葬，小帅会给他找到新的身体。这次机器人严重失控之后，南非警方严禁所有机器人用于执法，小帅仍然被列为通缉名单。最近他深居简出，黑入机器人公司的网络，遥控生产了又一台机器人。他承载着妈妈生前的意识，现在妈妈跟小帅一样，都是自己群体的黑色绵羊了。最后呢，再分享一个小细节，忍者和妈妈在现实里面其实是一对南非歌手，他们成立了回答乐队，造型跟本片一模一样。忍者的艺名就叫忍者，而妈妈的歌声吧，特别的妖甜，不信可以去听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